欢迎回到投资应总经。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高盛证券的策略师把新兴市场里面的巴西、俄罗斯、印度还有中国的英文首字母挑出来，凑成了一个单字 BRIC， 这就是金砖四国的由来。到了2011年又加入了南非，从此之后就变成了新兴市场最常讲的金砖五国。而随着美国大选落幕，全球政经局势也将出现新的变化。今天这集我们就来聊聊新兴市场还有投资的价值吗？当初华尔街的分析师们看好金砖四国的理由是，这些国家人口多、土地大、经济成长也快。从2024年10月底的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占了 27.38%， 印度占 18.84%， 巴西占 4.77%， 南非占了 3.15%， 俄罗斯则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无法投资，目前并不在指数里面。金砖五国总共占新兴市场的权重大约 54%， 超过了一半。从二战结束以来，大概只有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再来是2000年之后的中国还有东南亚，以及最近10年急起直追的印度。只有这几个国家是从几乎一无所有到发展成有意义的资本市场国家。现在在这些国家当中，印度占新兴市场权重大约是10年前的3倍，台湾大约是 1.6 倍，但其他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占指数的权重都是萎缩的，包括中国在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因为制造业的转移，代表市场就是印度，因为有制造业的转移才会有投资的需要。第二个是因为科技的创新，代表市场就是台湾，因为有抓到人工智慧爆发性的成长，引爆了半导体需求趋势。在这里我们先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中国决定效法俄罗斯发动一场侵略战争，那中国这个 27.38% 的新兴市场权重就有很大的可能会因为欧美国家的制裁而遭到指数公司的剔除。如此一来，新兴市场就会变成3强鼎立的局面，也就是台湾、印度、韩国这3大市场的权重会直接冲到2/3以上。但如果中国爱好和平，没有对其他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但却因为美国的关税制裁而赚不到足够的外汇，无法让资金自由进出中国的资本市场，长期下来，新兴市场的指数权重会不会也因为流动性的问题而下调呢？其实 MSCI 现在就有因应市场的需求，推出不含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指数，就是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客户有避开中国投资的市场需求。那么台湾、印度、韩国之外的新兴市场还有投资的价值吗？在继续说明之前，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还有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与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过去中国疯狂推动房地产与基础建设，如果中国的基础建设需求消失了，那么以出口矿产为大宗的巴西还有南非这些国家就很难有翻身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下任美国政府真的决定退出气候协定，并且大举投资石油探勘，再把油价继续打下去，那么以石油出口为大宗的中东国家股市应该也是起不来的。我们继续看到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与菲律宾的确都有得到制造业转移的好处，但问题是真正在赚钱的大厂多半都是外资，本土的企业能够让外国人放心投资的没有几家。除了汇率持续贬值的印尼以外，其他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市场在这波全球股市上涨的过程中，竟然都还离当地股市的历史高点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可见的这些经济体的钱，大部分都还是被外企赚走了。如果我们把投资的时间线拉长来看呢，人口更年轻、平均所得更低的非洲会不会比较有机会呢？这其实牵涉到非洲国家国民的教育程度。在教育不够普及的非洲市场，外资企业很难进行营运，再加上贪腐的官僚，
还有难以信任的当地经理人，导致几乎所有的外国企业都很难在当地扩展规模。其实光是想要把亚洲四小龙与中国的制造业经验复制在印度与东南亚，成效就已经大打折扣了。如果还要再往非洲复制，只怕会是面目全非。当然，长线投资新兴市场也并不是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像是越南、阿根廷、波兰都有结构性的机会。大量吸纳欧洲制造业的土耳其，未来也值得观察。只是如果把这4个市场的主要股票放在新兴市场指数里面比较的话，应该连 4% 的权值都谈不上。除了发展上的壁垒与困难，未来威胁新兴市场最大的竞争者是什么呢？目前看起来就是各家科技企业正在发展的人形机器人。以特斯拉发展的 Optimus Prime 为例，它有抓取的能力，可以折衣服，还会自动学习搬运物品，能够分类一定种类的杂物。目前也已经在工厂里面协助生产电动车。未来这些机器人将会快速的进步跟学习，再加上目前已经具备足够算力的晶片，机器人被商业化量产已经是市场期待会在几年内发生的科技创新。财讯的专栏作家应和田就预期，未来已开发国家透过大举投资机器人，将会全面扩大劳务生产力。过去依赖新兴市场提供制造供应链的历史经验，可能已经不会再适用。因此，印度市场的崛起很有可能就会是新兴市场里面最后一个值得期待的投资主题。我们再说得更明白一点，绝大部分新兴市场的未来会是悲观的。在有劳务工作能力的机器人量产之后，国与国之间的企业市值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已经看不太到反转的可能了。财团粉丝们，您认为新兴市场还有投资的价值吗？ A. 有的，印度与东南亚的成长趋势还是可以期待。 B. 没有，科技创新将拉开国与国之间的差距。 C. 不清楚，需要更多的资讯判断。留言告诉我们吧。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我们下次见。